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日本有一句谚语：“施恩不图报”，意思是对他人行善，不仅仅对他人有帮助，还会以某种方式回报自己。许多人可能已经熟悉这句谚语。你知道，帮助他人已经被医学证明可以让自己更幸福吗？对你的人生幸福感影响最大可能的，不是财富、地位或名誉，而是谦逊、感恩和利他的精神。在这里，我们要强调这一观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学习医学博士石原揭示的著作《感恩和利他的心能让人生变得幸福》。当你去参拜神社或寺庙时，你可能会在心中向神明或佛陀表达以下感激之情：感谢您让我平安迎来了新的一年，拥有健康的身体，尽管经历了各种挑战，但我依然保持健康。我们能够活在世上，并非理所当然，而是由于神明或佛陀的庇佑、家人和周围人们的支持，以及从自然中获得的恩惠。因此，我们应该定期前往神社或寺庙，为受伤、悲伤或困境中的人伸出援手。在享受自然的恩惠时，要怀有感恩之心，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情。我们在享受食物时会说多谢款待，表达感激之情。同时，我希望我们不要忽视那些一生中最亲近且一直在支持我们的身体器官。这些是使我们的生命活动成为可能的组织、器官和器官系统。它们相互协调，在整个人生期间不知疲倦地工作，以保持身体的健康和生命。手脚的动作并不是为了手脚本身，而是为了身体。它们帮助我们移动、抓取和操作物品。当物体飞向自己或即将摔倒时，手脚会成为盾牌，起到保护身体核心的作用。胃肠不是为了自己消化和吸收食物，而是为了给身体各个器官和组织提供营养。心脏不是为了自己输送血液，而是为了将血液输送到全身各个角落而持续工作。血液中的白细胞不是为了自身而排除外来入侵物或杀死体内的癌细胞，而是为了维持和增强身体的免疫力。由此可见，身体内的细胞、组织和器官都在为他人服务。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是由利他的行动所支撑的。因此，既然人体是基于利他而存在的，那么由个人组成的家庭、社区、社会和国家也应该能够通过每个人的利他行为而顺利运作。你不觉得是这样吗？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利他的定义。一、利他意味着优先他人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二、意味着将他人的利益放在首位，优先考虑他人的幸福。如果每个人都能够采取利他行为，那么社会中的仇恨、嫉妒、人际冲突、犯罪，以及国家之间的争端和战争都会消失。世界上所有人都会变得更加幸福。如果我们的器官中有一个停止工作，无法继续支持身体的存活，那么我们将无法维持生命。同样，如果群体中没有人愿意采取利他行为，那么群体的和谐和稳定将难以维持。也就是说，当人们只追求自身利益时，事情往往会变得不顺利。正如开头提到的，利他主义能让人生更加幸福，这在医学上有明确依据。如果这段视频给您带来了启发，希望您通过日常的利他行为提升自己的人生质量和幸福感。今天的视频将重点探讨书中我个人认为重要的观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亲自阅读全书。现在让我们一同深入探讨这个有趣且深刻的话题。今天的主题包括：第一章，医学上的证据表明，若想过上最好的人生，我们应该始终保持感恩之心，并对他人付出。第二章，对他人友善、懂得感恩的人都能获得幸福。第三章，我将解释感恩和利他之心如何为你创造幸福，为重要的人们创造幸福，并为世界带来幸福。让我们现在立刻开始探讨这个有医学依据的观点：要过上最好的生活，我们应该始终保持感恩之心，并服务他人。当你帮助别人或做了好事时，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多余，因为大多数人的回答都会非常相似。美国曾进行了一项
关于帮助他人时感受的调查，有3296名受访者参与。研究结果由阿兰·卢克斯在他的《善行的疗愈力量：帮助他人的健康和精神效益》一书中发表。调查显示，接近80%至100%的人表示他们感到愉悦和积极。他们还描述了自我肯定的感受、内心的温暖以及幸福等正面情绪。当你帮助他人时，你一定曾经历过那种令人愉快、内心温暖和幸福的感受。那么，如果不是你亲自行动，而是看到别人做出善行的情况呢？例如，当你在电视上看到有人被救援、从交通事故中解救出来时，你可能会产生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这样的积极情感。这样的场景会激发出积极的情绪。这种在帮助他人或目睹他人获救时产生的积极情绪被称为助人者的兴奋感。喜欢跑步的人可能特别理解，当跑了几公里后，人们会逐渐感到舒适愉快。这是因为大脑分泌出使人心情高涨和幸福的激素，比如贝塔内啡肽。这种状态下，人们会产生一种愉悦感，被称为跑步者的愉悦感。当我们体验到助人者的兴奋感时，大脑会分泌让我们感到幸福的激素，这和跑步者的愉悦感非常相似。不论是亲身去帮助别人，还是看到他人做出善事，只要使他人快乐或得到帮助，我们都会从内心感受到愉悦。这表明人类天生具有利他主义的特质，帮助他人、行善带来幸福的感觉，这已被医学证明。英国生物科学家大卫·汉密尔顿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行善的积极效果，包括1. 行善带来幸福；2. 行善增强心脏和血管健康；3. 行善具有抗老化效果；4. 行善改善人际关系；5. 行善的影响会不断传播。这些效果的产生是因为当我们对他人行善时，大脑会分泌出催产素这种激素。催产素原本用于帮助子宫收缩、预防分娩后出血以及促进乳汁分泌。然而，近年来，催产素在提升人类幸福感方面的作用逐渐得到认可，被称为爱之激素或幸福激素。当我们对他人友善时，催产素的释放会带来幸福和愉悦。通过帮助他人，我们获得的益处往往超出预期，并最终回报到自己身上。美国实业家瓦纳梅克先生曾说过，为他人奉献实际上就是为自己奉献。这一点在医学上得到了验证。为他人奉献可以用利他一词来概括。根据字典的定义，利他是指为他人提供利益，并将他人的幸福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坚持利他之心的生活方式，即利他主义，是一种考虑他人利益和幸福的行为方式。即便需要对自己进行约束，医学上证明，利他主义是一种使人生活幸福的方式。除了以利他之心行事之外，让人生丰富的重要心态还有一种，那就是如书名所示，始终保持感恩之心。实际上，通过感恩，一个几乎失去的人生可以得到重拾并获得幸福。这里我想介绍一位因发现压力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加拿大科学家汉斯·塞利耶博士。塞利耶博士将外界的变化和精神上的兴奋引起的刺激以及身心的负担称为压力源，并将由此产生的身体变化称为压力。他在他的压力学说中解释了持续的压力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此外，世界知名的免疫学家安保彻博士从现代免疫学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塞利耶的压力学说，指出过度的压力会引发癌症。塞利耶博士在晚年患上癌症，他将其归因于自己理论中所提到的压力。西方医学治疗对他而言并不合适，他选择通过消除生活中的压力来克服癌症。在尝试了各种方法后，他得出结论：保持感恩的心态是减少压力的最佳方法。塞利耶博士提到，虽然人们的感恩之情可能微不足道，西方人相对缺乏东方人特有的感恩之情，然而正是这种感恩之心让人内心平静，最能缓解压力。他每天生活中怀抱感恩之心，最终成功战胜了癌症。他的感恩对象不仅局限于家人、朋友、导师等身边的人，
还包括自然、神明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他对一切事物心怀感恩，包括与自己人生相关的所有人、所有生物、无生命体、环境、神明、祖先等看不见的事物。心怀感恩能够带来内心的平静，并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使身体进入放松状态，从而消除压力。最终，白细胞中的淋巴细胞变得更加强大，免疫力得到提升，预防体内不适、疾病和感染的发生，提高恢复效果。这一点已被医学证实。因此，怀抱感恩之心是预防癌症和疾病的最佳习惯。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出身的医学家岩谷信乃医师在2002年出版的《100岁的人生智慧》中提到，在活了100年后，他总结道：保持乐观向上，不抱怨，心怀感恩，并坚信一定会成功，那么你的人生就能100%实现。要让你的人生幸福，除了始终保持善良和亲切之外，要对别人的善意表示感激，不仅在别人给予你帮助或你有幸运的经历时表达感谢，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始终保持感恩之心，对周围的人、事物，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境遇，以及心灵的支撑和生活的目标，都要心怀感恩。通过感恩和利他之心，人们可以实现自我幸福。由于医学上的依据，我们更应该保持善良和亲切。第2章，我们应该珍惜想要对他人友善、懂得感恩的人，并相信这些人都能获得幸福。在你身边，是否有让你觉得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利己主义是指只追求自身利益的人。这类人通常自我中心、自我为本、随意行事，甚至可能过于自负。这些人往往给人一种任性、争先恐后、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印象。然而，这样的利己主义者通常难以在生活中取得成功，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没有人愿意与只考虑自己利益和欲望的人交往。最终，这些人往往会被他人疏远，变得孤独和不幸。如果你想过幸福的人生，就应该保持利他精神，即考虑他人的利益和幸福。医学上也证实，这样做有助于实现幸福。因此，这已经成为追求幸福的基本原则。你可能会思考自己是否能迅速变得善解人意，或者可能过去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善意。但只要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开始改变，变得更加善良、体贴。观看这个视频后，你可能会感到一些担心，但从现在开始，你不必再担心了。你之所以产生这种担忧和反思，至少说明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要让他人感到快乐，不需要做出巨大的改变。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做一些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比如打招呼，这是一种利他的行为。打招呼虽然字面上看似复杂，通过打招呼，我们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像早上好、请多关照、对不起、辛苦了、初次见面、再见、谢谢等。这样用明朗的表情、清晰的声音和愉快的语气互相问候，会让双方都感到愉悦，提高彼此间的信任感。如果你以前没有特别注意这些，现在可以从打招呼开始，这是一种简单的利他行为。还有一点需要与你分享，无论你是家庭主妇还是从事其他工作，无论你对自己的工作是喜爱还是厌烦，工作本身都与利他相关。通过工作，你在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这也是一种利他行为。在生活中，为了维持生计，你可能会消耗体力和智力，将自己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你是否对劳动抱有负面的看法？但请稍微思考一下，通过你的工作，你必定在为某个人或整个社会做出贡献，你还能养活家庭，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且工作本身就证明你是健康的。想到这些，你难道不会觉得工作和自己作为一名劳动者是值得赞美的吗？即使你无法直接看到结果，你的工作已经让某个人在某个地方感到高兴，或者得到了帮助，这种想法至少会让你比以前更加有动力，心怀幸福地投入工作。如果你不情愿的工作，
可能会对工作质量和工作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更重要的是，这对你的身体健康也不利。在这种状态下，你可能会产生压力荷尔蒙，如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导致淋巴细胞减少，免疫力下降。此外，精神不稳定、心跳异常、血管收缩、血压升高等问题可能会出现，这增加了患病的风险。因此，让我们对自己在目前工作中的努力给予赞美吧。如果你对工作感到不满，这种情绪可能已经在你的态度和与他人的交流中表现出来。相反，如果你相信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天职，感受到工作本身带来的喜悦，并且通过工作帮助他人，那么你可以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工作。这种做法能够激活迷走神经系统及副交感神经系统，带来精神的稳定，淋巴细胞增加，免疫力提高，心跳恢复正常，血管扩张，血压下降。最终，这将降低患病的风险，保持身体健康。换句话说，相信自己的工作对他人有益，某个地方有人因为你的工作而受益，这种想法能实际改善你的精神状态，提高免疫力，带来健康效果。正如我们所知，我们的思维方式对现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请大家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勉强工作，也不要再认为工作是令人厌烦的。相反，请关注工作中的积极面，例如通过工作帮助他人，或是发现工作的乐趣之处。通过打招呼等行为可以实现利他，工作本身也与利他相关。因此，请大家意识到这一点，并在未来继续增加利他行为。同时，不要忘记感激他人的工作，让我们能够享受健康、愉快的时光和便利的生活。例如，在吃饭时，我们并没有自己种植或捕捉食物，因此我们应该感谢农民、渔民以及其他从事初级产业的人们。通过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现感激之情，我们会变得更加幸福、更加健康。接下来第3章，我将解释感恩和利他心如何让你的人生越来越幸福。答案很简单，拥有感恩之心能让心灵宁静，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使身体进入放松状态，这有助于缓解压力，提高免疫力，让身体和精神保持健康。此外，善待他人让人感到幸福，这也是人类的本能。通过让他人感到快乐，身体会分泌被称为爱之荷尔蒙的催产素，让身心更加健康。这一事实在医学上得到了证实。因此，感恩让我们变得幸福，利他之心让我们的人生更美好。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或认为这过于玄妙的人，应该改变自己的想法，并从现在开始培养感恩和利他之心。每天都要记得感恩我们得以生存的现状，以及支撑我们生活的所有人、其他生物、物质和事物。同时，不要忘记保持善良的心态，走向幸福的人生。作者通过本书，希望让大家了解许多值得尊敬的利他主义者，他们在困难时期帮助他人的故事令人感动。听了这些故事，你肯定会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感到钦佩，并受到极大的鼓舞。今天我将分享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你知道山原千亩吗？他毕业于日本俄语学校，并进入外交部。在1939年至1941年间，他在立陶宛担任日本领事的代理。他违背外交部的指示，为许多犹太难民签发签证，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因而广为人知。据称，他签发了2000多份日本过境签证，拯救了6000多人的生命，使他们免于纳粹的迫害。山原的利他主义故事为许多人所熟知。获得山原氏签发的签证的犹太人后来前往日本，并从日本转往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然而，他们的故事并不为人所熟知。我想强调的是，这些犹太人成功跨越海洋，保全了生命，这离不开许多人的利他合作。这些犹太人从山原那里获得签证后，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安全到达苏联的弗拉迪沃斯托克，然后他们前往福井县的敦贺，在弗拉迪沃斯托克
为犹太人提供前往日本的旅行许可的是代理总领事根井三郎，他是促成这次行动的重要人物之一。此外，帮助将犹太人从弗拉迪沃斯托克运送到敦贺的是日本旅游公司。当时，日本政府并不完全支持运输犹太人。然而，在美国犹太难民救济协会请求协助犹太难民的运输时，日本旅游公司的最高负责人接受了请求，这体现了利他主义的精神。当运输船抵达敦贺时，敦贺的居民热烈欢迎犹太难民，并为他们分发食物，这正是利他精神的具体表现。由于许多人的帮助，许多犹太难民得以获得拯救。自从山原千亩开始发放签证以来，许多富有同情心的日本领导人和民众共同帮助犹太人，通过日本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继续他们的生活。据估计，这些犹太难民的后代总数超过10万人。在犹太难民的逃亡过程中，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事实上，仅靠山原千亩发放的日本过境签证，并不足以让犹太人决定前往日本。日本只是一个过渡地点，而最终移民的国家是别的地方。在这个时候，荷兰政府和一些荷兰公民为犹太难民提供庇护，帮助他们避难，并抵抗纳粹的迫害。尽管荷兰本身也受到纳粹占领，但许多荷兰人勇敢地站出来保护犹太难民。不仅是政府官员，还有来自荷兰、丹麦、挪威、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家的普通民众也努力拯救受迫害的犹太人。他们冒着自己和家人可能被纳粹杀害的危险，藏匿犹太人，护送他们到边境，并帮助他们逃离。法国的勒尚博村有一位基督教牧师组织村民们一起，合力隐藏了许多犹太人。这些人冒着牺牲的风险，为他人挺身而出，他们的利他精神体现了人类的善良本性。山原千亩和其他日本人拯救了许多犹太难民的故事，与犹太人对日本的亲近感情有密切关联。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时，全球各地的犹太社区纷纷向日本伸出援手，犹太人至今仍然铭记着对日本人的感激之情。这些利他和感恩的故事，让我们对这些事实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可能会让你感到欣慰和敬仰。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这些故事中的利他者一样，心怀感恩与利他之心，彼此扶持，共同生活。这样一来，人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世界也会变得更加和平。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